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流量明星在争红毯时，赵丽颖默默干了件大事，这才是真顶流。在流量明星忙着用绯闻霸榜的当下，赵丽颖的热搜词条总带着点不合时宜的硬核别人秀高定。她在山里拍幸福到万家，别人抢着去时装周，她带着风吹半夏横扫颁奖礼。这位从不按套路出牌的女演员，最近又被造谣丢了浪琴代言，结果品牌方反手甩出续约海报，配文时间证明优雅，直接封了黑子的嘴。从全网群嘲到品牌8年掌情，她走了一条最笨的路。2017年那场英语发音风波，至今仍是内娱教科书及网暴现场。彼时刚拿下迪奥代言的赵丽颖，被群嘲村姑不配高奢，品牌方连夜下架宣传片，时尚圈集体唱衰。谁都没想到浪琴会在此时递来橄榄枝，更没人料到这场合作能持续8年，比某些明星的婚姻还长久。当其他85花在红毯争奇斗艳时，赵丽颖穿着戏服扎在剧组。从《知否》里步步为营的明兰，到《风吹半夏》中野心勃勃的女商人，她用角色把土气练成地气。浪琴镜头下的她，没有夸张的珠宝堆砌，一袭白衬衫配马尾辫，反而把优雅2字刻进了骨子里。这哪是品牌与代言人的合作，分明是双向救赎的8年长跑。双料事后竟被唱衰，潮水退去才见真章。拿下飞天奖和金鹰奖的双料事后，本该是演员的高光时刻，赵丽颖却陷入更猛烈的质疑漩涡，接的剧都是小成本搭档过气演员。这些声音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：幸福到万家开机时，导演郑晓龙说农村戏拉不到投资，风吹半夏拍摄时，有人断言商战剧没市场，结果前者成央视年度剧王，后者带火90年代复古经济风。总有人用资源降级嘲讽他，却看不见他能把3流剧本演成爆款的点金手。当流量明星靠私番位维持热度时，赵丽颖早跳出了资源陷阱，与其争 S+ 项目镶边女主，不如在小成本里当绝对大女主。在快钱时代死磕演技的人，到底图什么？内娱有个诡异现象，拍3个月综艺能赚1亿，演3年戏可能查无此人。但赵丽颖偏选了那条更苦的路，为演好第20条里的聋哑母亲。她跟着手语老师练到形成肌肉记忆，拍《风吹半夏》时翻烂了90年代钢铁行业报告，连导演都说她比编剧还懂许半夏。这份笨功夫在代言市场反而成了杀手锏。浪琴续约时特意提到时间见证，8年里赵丽颖没闹过绯闻，没做过妖，甚至很少出席商业活动。但正是这种不务正业，让她成了品牌最稳妥的选择，毕竟谁不想找个戏疯子来代言永恒呢？撕掉85花标签后，她活成了娱乐圈的镜子。当同龄女星还在营销少女感，35加的赵丽颖早已撕掉所有标签。她不介意在镜头前展示皱纹，敢素颜出演农村妇女，甚至主动推掉光鲜亮丽的角色。这种反流量操作，反而照出了娱乐圈的荒诞。有人用100万修图师维持虚假完美，她带着法令纹横扫颁奖礼；有人买热搜吹敬业人设，她默默在零下环境拍落水戏。最狠的是，当别家粉丝为偶像撕资源时，赵丽颖粉丝在评论区晒观剧笔记，跟着颖宝学公司法。这才是真正能量偶像，不为粉丝糖衣炮弹，只给观众硬核干货。总有人说赵丽颖不够高级，但什么是高级？是穿着100万高定在红毯摆拍，还是用蹩脚英语在海外刷脸？看看隔壁某女星穿着高奢在古偶剧里瞪眼撅嘴，这种精致废物才是对奢侈品牌最大的侮辱。
赵丽颖或许永远学不会高贵冷艳，但她教会市场一个真理：观众从来不为高级感买单，只为真实感驻足。这波浪情续约何止打了黑子的脸，简直是给整个娱乐圈上了一课。当绝望的文盲们还在抢代言时，真正用作品说话的演员早被品牌追着续约。这波赵丽颖赢麻了，你同意吗？2. 赵丽颖向阳花演技封神，穿短裤拉车引争议，这才是真工伤预警。赵丽颖在《向阳花》中饰演的单亲妈妈陈芳，凭借眼神拉司机哭戏和青筋暴起式拉车镜头引爆全网。某瓣开分 9.1 创女性题材新高，但其短裤造型却成最大争议点。拉煤车时露出的白花花大腿，与底层劳动妇女人设形成诡异割裂，弹幕瞬间被工伤预警导演脑子进水刷屏。单日相关话题阅读量破8亿。现实魔幻主义灾难。河北农村实拍场景中，赵丽颖身着破洞牛仔短裤加露脐装，与周围裹头巾穿长裤的群演形成城乡结合部奇观。拉车特写镜头里，大腿内侧被车员抹出红痕，疑似真实擦伤，却被网友质疑凹造型比劳动还用力。导演解释为展现女性身体力量美，结果被劳动模范打脸。我挖30年煤都没这么穿过。服装组的致命失误。造型师曾建议做旧牛仔裤加劳保鞋，被资方否决。丽颖腿经人设必须突出，短裤腰围偏大，拍摄时多次滑落，后期被迫用 AI 补帧。网友揭穿第12集裤腰突然变紧了。又括号，服装成本仅80元，却因带货效应导致同款短裤销量暴涨300%，买家吐槽穿去工地被工友笑3天。又括号，赵丽颖的拼命三娘人设，为贴近角色减重15斤，锁骨突出如刀削，拍摄时低血糖晕倒3次，坚持不用替身，拉车戏份导致手掌冒出3个血泡，特写镜头意外成演技高光。与幸福到万家和幸福形成苦难美学闭环，奠定底层女性专业户地位。导演的视觉暴力争议。雨中推车戏刻意设计失身透视装，引发消费苦难质疑。工厂打工场景出现低胸装加围裙搭配，被批打工人的性化凝视。劳动场面配乐用电子乐，与画面形成赛博朋克式割裂热问计划。该片票房破12亿，其中37%观众是为看赵丽颖穿短裤干活。某瓣短评1星给服装组，5星给赵丽颖，获赞1.2万次。劳动保障部门点名批评服装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，带动相关话题搜索量提升280%。当赵丽颖在采访中哽咽，希望观众看到角色灵魂而非衣服时，这场关于美感与真实的讨论已超越影视范畴。正如网友所言，她的演技让我忘记短裤不合理，又因短裤不合理更记住了角色。或许这就是艺术与现实的吊诡，完美的瑕疵往往比完美本身更具生命力。你们觉得这个短裤造型是败笔还是神来之笔？评论区聊聊。